寻龙分金看缠山，一重缠是一重关，关门如玉八重险，不出阴阳八卦行。Hello， 大家好，这是小说《鬼吹灯》里面的主角胡八一探查风水时用的寻龙诀。那今天我们要讲的故事和风水有着很大的联系，是最近在网上冲上热搜榜的北京一套凶宅别墅，引发了网友关注。它是首都四环内位于朝阳区的一套独栋别墅，因为可能会影响其他人的利益，所以这里我们暂时不直接提到小区和物业的名字。大家好，我是李罗克，这里是小李碎碎念。如果您对这个主题感兴趣，可以帮我点一个小小的关注，因为这个频道很有可能有你感兴趣的内容。那风水学从古至今在我们中国都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大到王侯将相祖坟陵墓，小到平民百姓置业买房，都离不开风水这个关键的要素。那今天我们要谈的这套独栋别墅所在的这个别墅群呢，有首都第一豪宅的美誉，有不少明星都在这里买房置业，可见它肯定是房价不菲啊。那怎么就成了凶宅了呢？事情还要从中介上传的一个看房帖子讲起。3月初的时候，某中介公司在小某书上上传了出售这个别墅群里面一套独栋别墅的贴文，宣传这套原价9000万的房子直接降到了7000万，而且号称是买一栋送一栋。那出售的原因呢，就是因为这个房主人他常年不在北京居住，一直闲着，所以才决定出售的。这乍一听明明就是一个盼都盼不来的捡漏的好机会，一时间引起了大量网友的关注。但是随着这个帖子关注度越来越高呢，就有一些明眼的网友发现了不对劲儿的地方。那问题呢，就出在了这篇网传笔记的配图上。那本来看起来很正常的房产介绍配图，如果你仔细观察细节，就会发现很多的问题。那正常我们普通老百姓家里摆个财神爷或者供个佛像都是无可厚非的，因为每个人的宗教信仰都不同嘛。同样，这个房子也供奉一些宗教相关的物品。有的网友呢，就专门把这个房子供的这些风水学的物品扒了出来，大家可以参谋一下。其中院子里有佛塔、红旗、哼哈二将，地面上镶嵌着八卦雕纹，窗户上挂着葫芦，房间内悬挂着经文和符咒。主卧床头呢，摆放着水晶洞，室内摆着关二爷、门神，还有各种佛龛神像。在关二爷雕像前面的造景池里面还有往生莲。房间客厅内墙壁上挂着经文和唐卡，更有甚者，这里还有一些中西合璧的镇宅物品。那么大的房子愣是被塞得满满当当，乍一看明亮通透的大别墅，这么一细品吧，总让人感觉到一种说不出来的压抑感，就有一种毛骨悚然的那种意思。那这栋房子的装修风格可以说是有一些匪夷所思吧。那有一些信仰的户主把自己的房子装成什么样是他的权利，这是很正常。但是呢，这栋房子它存在的这些风水学元素可谓是极其的矛盾。佛像、八卦、关二爷、十字架，你说哪样他沾边？那有的网友就说，房主可能是有一些信仰，但是他又不是很懂，会不会是他随意摆放的？那这个呢，我感觉说不通。正常人如果有些信仰的话，家里面基本上也不会供奉这么多风水学的物品。那这些元素综合起来有什么共同点呢？那就是他们基本上都是用来镇煞的东西，说白了就是想镇住一些什么不好的东西。那中介也很会解释，他说这就是因为业主信风水做的布局而已，并不是什么凶宅。那再怎么信风水，他都不可能既信关二爷又信佛还信耶稣吧。据说这个客厅里面有一幅长达7米的经书，上面贴了11道符咒。那我本身是不懂风水啊，我只是在网上搜索了一下，说这11道符咒这个数字本身就是克制多种煞气的，比如说五鬼煞、七煞、流年不利等等。而室内一般张贴风水学的符咒也不是随便贴在一起的，如果11道符咒没有按照命理贴对方位的话，反而会造成冲撞。比如说镇宅符一般都是贴在入户门的对角线，或者是贴在煞气的源头，随意张贴只能适得其反，更别说是11道符咒并排贴在客厅的经文上了。因为经文和符咒本来一个是佛教，一个是道教，两种不同的体系，它们本来就是有一些犯冲的。那张贴这么密集的经文和符咒，总感觉有点病急乱投医的意思。那你要说是室内煞气不重的话，鬼都不信。那没点问题的话，谁会在室内这么装呢？我搜索了一下，一般贴经文和符咒的房子可能有这2种的问题，一种就是房屋临近墓地，还有一种就是流年犯太岁。也就是说，这些年这个地方可能出过事儿，不怎么太平。因为据传这套凶宅可能曾经嘎过7个人。那北京的这套别墅呢，是位于北京的东四环，05年竣工的别墅区。有的网友就开始深扒细节，就说这栋别墅是这个小区开发时候的样板间。那房地产业一般也是比较信风水的，就请了先生过来看过，说整个这个片区就属这个地方煞气最重，并且说了这个房子的地段最好不要出售，
但是后来呢，就有人看中了这片地方，就把这里修建成了综合性的娱乐会所。另一方面也是考虑到了人多可能会冲走煞气，当时就决定在这套别墅下面开挖一个小型的地下酒窖。那时间是2012年的时候，但是在挖了一半出了事故，这个地下结构发生了坍塌，造成施工方嘎了6个人，还有3个受了重伤。现场呢找到了10个安全帽和9个涉事的工人。那这件事呢，很快就被警方处理了一批施工方和物业方的管理人员。在这阵凶宅风波平息之后，物业也是请了先生，在房子里面修建了佛堂，太平了好几年。那上面我们说了，嘎了一共7个人，那这第7个人去哪儿了呢？那就是在2015年1月份的时候，这里又发生了一起引起一时轰动的事件，就是北京豪宅入室嘎人案件。那自然呢，这个案件就是发生在我们现在说的这栋豪宅里面，因为这栋豪宅不是作为娱乐会所经营吗？会所的老板呢，他欠了一些工程款，才导致后面的入室抢劫事件。劫匪是从1.8米的围墙翻进去的，所以保安也并没有及时发现。房主和犯罪分子发生了一些过度的拉扯，导致劫匪情急之下就把人给嘎了。还有另外2个人受了重伤。那一来二去呢，这个地方发生的这种种事件关联起来的话，就让人感觉很邪。那如果我们把视角拉远，看看这套别墅所在的地理位置的话，也会发现一些反常之处。这套房子所在的位置，按照风水学叫做反攻煞。何为反攻煞呢？是指这个房子它正对着弯曲的道路、河流或者桥梁的弧线外侧，形状就像反弓一样，房屋被弓箭反向瞄准。说这样就会给房主人带来各种不利的影响。玄学上讲呢，可能就会财运不稳，或者是有意外是非。最重要的就是容易引发血光之灾。但我们现代社会想完全避开这种建筑方位是很难的。毕竟这也只是一种玄学的说法，信与不信都是见仁见智。虽然这套别墅售房帖子引发的事件，短时间之内在网上引起了热议，一时间就有各种各样事件分析的版本涌入了网络。所以呢，这些信息有的真有的假，鱼龙混杂，无法分辨。后来还有网友爆料说当年挖地窖出事的房子虽然是同一个片区，但并不是房屋中介挂的这套所谓的凶宅。那在这个事件发酵之后，中介公司也是很快删除了这篇帖子。但是并没有堵住悠悠之口，引起了大量玄学人士出来指点迷津。有的说这里阴气很重，等等各种各样的风水学说法，众说纷纭。那这里就不细讲了，至于是不是炒作，只能交给您来判断。但有曾经去过现场看过这个房子的网友，也有的说这个房子看起来极其的不舒服。那我也是在网上搜到了一些介绍这栋别墅的画面，同样也感觉到有些不适，不知道你怎么看？但无论真假与否，都给我们提了个醒。毕竟买房是一笔大钱，我们要慎之又慎。房屋装修也是一样，如果你更看重风水，这也无可厚非。但是我们一定要保持一种科学理性的心态去看待这种神乎其神的故事。故事源于生活，高于生活。最终您听得开心就是收获。我是李洛克，这里是小李碎碎念，我们下期再见。